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川普最近为了美伊战争也杠上了教宗啊，怎么回事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针对教宗最近他一连串对于美伊战事呢，他有他的一些看法跟反战的态度。那么针对教宗良时逝世啊，那透过外界的这个引述呢，是说他用了圣经的教义批评美伊战争，他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发起啊，甚至还用暴君来形容这个川普。那川普呢就在社群媒体发动了连番炮轰，他指责教宗对于犯罪软弱，向激进左翼靠拢，甚至宣称呢教宗能够当选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应该全归功于他。怎么不想想这个当初是谁帮他坐上教宗的位置啊？这句话真的，一讲出来的时候，全球哗然。好，那先前呢，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天他发了一张这个图，结果立刻又撤掉了哈，就是大家就是解读哈，因为如果是有信仰的人都知道，那个就是救世主哈，在按手治病。好，那么发的这张图呢，引发轩然大波，到现在为止还是余波荡漾。另外呢，不只是川普啊，包括看范斯也加入战局哈，也是跟着骂教宗，相关的言论呢持续发酵。可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就特别指出啊，说川普最近的行为是越来越脱序哈，而且他这么做呢，正在把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核心支持者容忍度推到了极限。《华尔街日报》也警告，过去从来没有领袖像川普这样敢公开对教宗开火。好，当然教宗呢，这个良时14世啊，现在呢，当然这个教宗不像以前的教宗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单打独斗，而是步步为营。争取全球教会的支持，透过他超高的民调支持度跟严密的教会系统，对川普发动反击。现在信仰跟选票发生了冲突，川普原本他的这个稳固的天主教票仓也传出有裂痕这个《纽约时报》呢也透露，在白宫内部有一些川普的顾问私下也承认说，川普对教宗的攻击并不聪明，这不是智慧的做法。好，那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Russ， 这个川普这次捅到了马蜂窝了，是吗？拜托你为什么问我？我是犹太人，这个是跟你们天主基督教徒有关。你为什么问一个犹太人？天主教、基督教其实呢都是信奉唯一真神的嘛。但是这个耶稣的事情跟我们犹太人叫做无关。对，我看报道上面是说，其实为什么这个图其实也不是川普自己做的，而是他的一个亲近他的这个友人但是其实因为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其实不是完全正确。为什么？因为过去美国总统跟教宗其实对很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不是川普这次回来执政第一次而已。过去我说从冷战到现在很多次，尤其是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时候，教宗常常会批评，或过去美国都会移民，不是川普。美国对移民才会有加强控制。过去因为这个议题，前任教宗也有批评过美国总统，所以真的不是第一次他们站在不同的。你的意思说，美国总统跟教宗之间有些意见不同，彼此会互相以前是有的，我觉得并不是第一次啊，但是会像川普这样子开玩笑开过火。川普对每一个人或每个政敌他都会这样，又不是第一次。虽然很多人会认为，你怎么会对教宗这样呢？但是川普用这种方式直接批评，用什么图案等等，攻击他的政敌，这是他的常态。你觉得他发那个图适当吗？当然不适当，所以他就立刻撤回了。但是这个是他发了，他撤下来，但他现在还是继续针对教宗反战这个事情在骂，所以他会小心一点而已，尤其是在小心一点而已，尤其是在用贴上图案这方面会小心，但是文字或口头讲什么应该他的 style 并不会改变。而且你看我刚提到就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这一方面虽然有一些基督或天主团体领袖非常不满，公开批评川普，但是这一派这个选民区不会放弃川普，根本不会。即便是福音派的选民都不会。
当然不会啊，不会。这个玩笑开这么大了，他们还是会支持川普，要不然会投给民主党啊。OK， 不可能，对他们来说，民主党真的是太进步、太 progressive， 他们不会支持民主党，他们根本不会支持一个开耶稣玩笑的。而且他们知道，川普还要执政差不多2年多，对不对？还有很多事情。我说在内政方面，他们希望川普政府可以继续实行，就是他们同意支持一些保守政策，不管是哪一方面，不管是堕胎方面或 DEI、LGBT 很多不同方面，这一派还是希望川普继续实行保守的政策。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公开跟川普吵架，完全不利于我们的政策的目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算是含着泪，也要继续挺到底就对了哈。没有别的事。但是对于选民来说，这个宗教的事情也许可以不是这么的，就是可以影响到说他们支持川普、支持共和党。可是呢，经济问题呢，现在通膨的问题啊，在美国也被凸显出来哈。因为美伊战争当然对于全球，甚至包括美国的通膨，都引发了这个担忧。有分析就指出呢，说这一波通膨不同于以往哈，因为过去呢是央行印钞过量，然后降息、货币宽松、推高物价，被称为是软通膨啊。但这一次战争带来是硬通膨，就是供给减少，所以呢，央行再怎么样操作货币政策，也造不出一桶石油，那物价也不会立刻就降下来哈。因为就算是荷姆斯海峡明天就通过的话，就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也不可能立刻就把油价降到原先这个低的水准。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美国4月份的 CPI 啊，它是3.3%，显示通膨的疑虑真的还存在。好，那么美国呢现在要面对的全球关税也是一大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对此也表示啊，说先前川普被最高法院不是裁定违宪呢，取消这个多项关税哈，最快在7月就渴望恢复原先的关税税率。他特别提到说，不用怕，因为呢，我们只要祭出301条款，叫继续就可以让7月份呢回归到原先的关税的水准哈。所以倩姐怎么看哈？这个贝森特的说法，他说只要是301，反正就是无往不利。贝森特最近的角色越来越鹰派啊，除了讲这个只要用了301，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跟其他的国家。那这中间还有我们以前就已经讨论了，它其实有4个不同的法律的角色跟工具可以使用。那同时呢，它也直接的宣布了，对于跟伊朗买油的国家，或者是有伊朗的资产存在银行的国家呢，他们要用2级制裁。刚刚讲的那个也是贝森特出来讲的。所以他现在就是越来越的鹰派的，在把美国在美元的霸权上面往外扩张，并且把美国的法律呢做常备管辖式的扩张。那这些当然是对于其他跟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来讲，风险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说，如果美国不希望去遵守 WTO， 我们可以其他人继续遵守，这个叫 WTO 减1。现在呢，美国人也说，你们其他的国家有阴谋啊，你们在做一个 WTO 减1的世界，你们要把我们美国排除，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让你把我排除。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美国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情况之下，他对于世界局势的改变呢，会尽量的运用他仍旧有的领先优势，仍旧有的压力，去让事件呢留在原来的秩序里面。所以你刚刚讲的那部分呢，我觉得你如果看数字的话，美国去年的 GDP 是30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可是那个30兆里面，你会看到的，它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在股票上是叫 K 型啊，但是在世界上呢，在国家里面就是2级。譬如说油价，卖油的、做石油期货交易的那些人赚得盆满钵满。是你要去买油的、加油的小老百姓受到通货膨胀的痛苦。对，所以像这种因为战争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于发战争财的人来说，根本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是那些还是每天要食衣住行，还有依靠你正常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小老百姓呢，才会受到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战争不但是说世界会进入一个新常态，我认为美国的这一种阶级呢，会进入更分裂的状态。有钱的人即使在战争中间还可以发他的战争财，甚至你只要是一个
中产阶级，你不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你只要有点余钱的人，就可以把它放在华尔街，放在股票市场，在金融世界中间，仍旧跟着这个战争的进度去保有你自己的财产，对，属于保护性的。是那种真正没钱的人，他们会很快的就会落入了一个没有安全网，然后极度的通货膨胀的可怕深渊。对，而且刚刚倩姐特别提到，拉到一个制高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优势啊，确实逐渐在消失，包括军事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通膨，他们要极度要来预防，要小心以外，哈，军事方面哈，美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最近他们确认呢，说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内例行维护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号，突然传出了有火灾的事情。另外呢，福特号现在已经连续部署要将近300天了，这个记录已经打破了从越战以来美军航母单次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但现在呢，这个航母还是持续在就是出勤当中。路透也报道说，美国已经告知部分的欧洲国家，说部分原来已经签约要交付给这些国家的武器时程恐怕要因此延后，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事的关系哈。那当然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了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部分的武器呢是透过外国军事销售这个计划呢，是由欧洲国家来购买，但是呢，整个武器都还没有交付。海事战略中心也指出，美国海事工业基础正在持续的萎缩，产能跟效率都没有办法支撑未来数十年的这个战略需求啊。讲到了这个武器装备啊，讲到了武器供应生产，那最近台湾军购的总预算也是被讨论的沸沸扬扬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强力向台湾输入军购的同时哈，美军真正的状态，刚才以上我们都已经听到了很多的状况发生了。邱老师觉得，实际上呢，会不会我们只看到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刚刚讲就是美国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去打了这场仗。对，那其中不管是战争的结果如何，但是这个战争的超过的时间，因为原本预估可能从4天到4个礼拜，那拉长了，其实带来的是巨大的军费的投入，以及远远超过他们原先预期。比如说，战斧飞弹的库存几乎已经快打光。然后逆中型的长程的，就是类似像滑翔炸弹这样子的那个消耗量，已经达到必须要从亚洲跟欧洲地区把库存调到中东。就美国自己的库存本身都已经不够，那这场战争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弹药的，就是不够的，它要自己生产嘛，你就不要再讲说还可以卖人家，他自己光补战斧飞弹按照目前，如果美国都不再消耗的话，光补回战争之前的数量要5年，自己用都不够。对，就光战斧飞弹就要5年。那这个还只是战争经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战争之前，川普非常开心的宣布了他的黄金舰队，就是川普级的宇宙战舰。对。那这些研发投资，包含川普的金盾，都需要投入非常多的经费，但是这场战争大概把他的研发经费也打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困境，当然海军战略中心从他造舰的角度来说，他当然会讲是工业的能力，但这个目前我们可以看，因为这场战争引发的问题还远远不仅仅只是工业或者是生产的部分而已，它可能把未来可能5年、10年美军要研发获得的这些武器全部都向后推，那这个就是钱不够用残忍的现实。这个听起来很像是在形容一个虚胖的人，就是看起来很壮，但是呢，对，好像外强中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继续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最近又动到了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脑筋啊。那他再度对于鲍尔施压啊，也强调说，如果鲍尔他的任期啊，就是到今年5月中旬结束之后，如果鲍尔还没有离任的话，他就会考虑直接开除他。
那川普呢是向福斯新闻网就是财经台做了以上的表示啊，他说他其实早就想这么做了。而根据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报告显示呢，在伊朗战争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推升能源成本的同时，美国经济活动确实出现恶化，物价整体来说呢维持温和上涨，但是联准会辖下12个地区的能源与燃料价格都大幅上扬，价格压力呢逐渐扩散到能源以外的领域。联准会也直言，中东冲突被视为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导致了聘雇、定价跟资本投资的决策都呈现复杂化。很多的业者呢，现在大部分采取的是观望态度。联准会的报告单等于就是把美国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川普这令人不意外因为现在川普很多的决策，特别是在这次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影响很大。那接下来。川普似乎是想透过联准会的操控，然后刚才我特别也听到健姐的分析透过降息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财经的政策似乎想要扳回一城，但是有这么容易吗？其实你们可以看看说，鲍尔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底气，不断的接受压力，他还是不动，岿然不动。因为鲍尔非常清楚知道，美国的这个美元体系完全是一个信任体系，它没有一个实体的锚定物，已经非常多年了。那因为大家都似乎还接受美国是一个不会倒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信任体系的一些不正常的作为呢，也做了某一种程度的容忍。现在如果他们开始受到政治的影响跟政治的指挥，那么鲍尔所要捍卫的这个美元体系是拦不住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相信鲍尔比谁都更清楚知道，就算是川普去威胁他说我要起诉你啊，我要去把你让你灰头土脸的下台，用各种的方式去威胁他的时候，他没有听美国政府的指挥，因为这个体系只是信任。就是一个信任，你只要把这个信任戳破了，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荷兰那个小男生在那个海堤旁边，用他的手指头去堵住那个洞，因为那个洞呢，他的手指头不在那里的话，水一进来，整个堤就会溃堤。做联准会的人比谁都知道，美国已经动用了他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包含了去向其他的国家发送流动性去支撑他们，使得他们能够返回来支撑美元。在这整段中间呢，做了这么多的动作，所以每天跟我们讲的什么经济上面的这些东西呢，都只是前面的幌子。幌子就是招牌嘛就是前面一个合理的叙事，告诉你说我可能有通膨，我可能有就业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是一个大的流动性，这个东西他们已经在尽量的去追了。刚才我讲说，美国的 GDP 是30兆，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国家。可是你看看这 GDP 的它的真实的成分的话，你也会吓一跳，包含了它的非常高的医药成本，都是在 GDP 里面。它的医药成本越高，人民需要去花的那个健康所要支出的越多。就是他们越不健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 GDP 是膨胀的，所以美国的 GDP 要拆开来看，因为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鲍尔他们呢更清楚的知道，他们如果不捍卫美元的信任，那美国的美元体系就一定崩解，还不需要靠别的国家去做什么替代体系啊，或者是电子支付啊，或者是本币支付都不需要，美元本身的信任是在最危险的状态。我听倩姐这样分析我刚刚就想到，那接下来渴望就是有望接任的Walsh，那如果他上任之后，不是美国就更不乐观了？他上任之后呢，要看这个战争在什么状态，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勉强可以 hold 得住的。那等到他上任的时候，能不能 hold 住，就是要看时机了。OK， 好，现在大家都在看后续会如何发展，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快速但是目前这个僵持的美伊局势会不会在短期有一个突破？如果没有突破的话，会不会影响到5月14号跟15号这个川习会呢？现在这个变数怎么看呢？美国贸易代表 Greer 他就表示说，目前这个预期川习会仍然会顺利举行，也预期呢这个川习会将会延长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他特别指出呢，美国一方面希望继续从中方取得稀土跟关键矿物，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确保中方向美方采购产品，包括农产品啦、飞机啊、医疗设备等等。同时呢，美方也准备向中方进口特定的产品。
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最近看到他接连安排了很多场重要的外事活动，从包括外长王毅访问北韩，然后呢，习近平接见了越共总书记苏林。那到5月中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啊，预计要访问中国大陆的相关规划，目前至少已经接连举行了5场的这个高层会晤啊，外交活动的频率达到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对比美中之间的外交议程啊，Ross 怎么看这个川普这一次？接下来，我先问一下，你觉得5月14号、15号还是会如期举行？像贵尔讲讲，不会受到这个中东局势影响？我过去一直说，一直到川普上飞机前，我不知道会不会前一天都可能有变数哈。一定是啦，对，不管是中东局势，或者你刚刚提到这个联准会主席的交接的问题，那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川普到底会不会上飞机飞过去啊？但是最关键应该是双方能不能达成，就是有关在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能不能宣布中方是答应大量购买？那中美双方各自希望在这一次第一次的川习会，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对川普来说，对美国来说非常明显是希望中方宣布我们要购买多少农产品或Boeing 的客机啊，这个对川普来说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连这个贸易代表他用顺利等等的很正面的言辞来形容。但是最近美国财政部长也有公开说，中国是不可靠伙伴，对不对？他说 unreliable partner。所以这些人的川普的幕僚说法有一点点不同调。但是很明显，川普是希望他在北京的时候可以宣布中国同意购买多少美国农产品或波音科技。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事先没有这个共识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去？可是就要看美方能拿出什么样的交换呢？交换了，对啊，为什么要交换？那不是大家都在谈吗？如果对川普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交换了，你没有答应购买农产品大量给我在这个在中国的时候这个红利的话，那我干嘛去？那川普应该是这个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川普也不想，就是对中方来说，我们不想谈，川普也不想谈。比如说，过去美国总统跟国家主席见面的时候，那美国总统都会提到香港、西藏、维吾尔族、人权、宗教自由这些议题。那我们都知道，川普对这些议题兴趣也不大。所以这次只要是川普到北京访问，能够拿回农产品跟波音的大单 ，Show me the money 就对了，交代了，对不对？好，那川习会之后哈，因为现在在看的是另外一场大会啊，就是川普是习近平跟普丁的习普会啊，因为一个是5月14、15，那目前呢，现在传出是大概在18号左右哈，就是会进行习普会，因为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就表示说，普丁将会在今年上半年访中。那特别强调呢，俄罗斯也随时准备协助受到中东危机影响的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来提供能源供应。他特别说，俄中双方呢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可以避免依赖美国透过中东冲突来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的行为。目前呢，这个普丁访中的时间大概是落在5月18号这一天呢。那紧接着，当然就是看到他是在川普之后。其实隔得非常的近啊。那特别提到能源部分啊，因为拉夫罗夫也特别强调说，现在中东的石油受阻哈，这个俄方可以尽力哈。这个普丁后面的盘算您怎么看，邱老师？这个日期5月18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所以这本来普丁就不会出门。那在完成这么重大的国家庆典之后，第一站就是先到北京，我想这代表两国之间真正关切而且认知的问题其实很一致，那不外乎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的形势以及能源的需求。那我想以普丁跟习近平的情况，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那习近平也会跟普丁报告他跟川普谈的一些外面不知道的情况。
不能排除 Trump 会说，我多留几天，对，想放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回马枪之类的。Trump 会很喜欢这招。